书接上回，2天1夜，火车终于到站。正午时分，哈尔滨的天气依旧嘎嘎的冷，可能是前2天刚下过雪，到处挂着冰挂，街道上冰可见人。流沙裹着老王穿过的大破棉袄、厚棉裤、破棉鞋，还有一顶缺只耳朵的棉帽子在街上出溜。道边有个摆小摊的，卖的是狗肉汤，5块钱1碗，饭管饱，还兼卖一些面食。流沙找座坐了下来，喊：“老板，来碗狗肉汤。”老板是一个50来岁的中年妇女，赶上下岗没活路，摆这么个小摊维持生活，经常受城管和小流氓的欺负，日子也不怎么好过。正在收一个客人的饭钱，听见有客人喊自己，急忙答应。看到是一个小要饭的坐椅子上人5人6的吆喝自己，顿时火冒3丈，指着流沙的鼻子开喷：“哎，小瘪犊子，你有钱吃吗？上这耍老娘呢？也不撒泼尿照照，瞅你那损色，知道狗肉啥味儿不？”流沙乐了，没跟他一样，从棉裤兜里掏出50块钱，伸手递过去说：“咦，我有钱吃饭，你给我1碗汤饭，剩下的钱全给我烙饼呗。”老娘们一看有钱，又要那么多饼，也就不吱声了，一把抢过钱，对着太阳看了半天，确认是真的，才给流沙上了1碗汤饭，去一边烙饼了。流沙喝了1碗汤，吃了6碗米饭，这时候饼也烙的了。那老娘们全堆在流沙吃饭的桌子上，正好90个，像小山一样。流沙在破兜里翻出一根麻绳，在腰上一勒，敞开棉袄开始往里装。这是土办法，既可以保暖，饼还不容易冻住。流沙塞完最后1张饼，翩然而去，只把背影留给目瞪口呆的老娘们。流沙沿街溜达，买了一个罗盘、1把铁锹、一些纸钱，东西准备差不多后，直奔西边的呼兰山走去。流沙要给老爹找一块风水宝地安葬，这需要一段时间，所以备下那么多的烙饼在路上吃。流沙不想老王魂飞魄散，所以一定要找到风水宝地。可风水宝地哪有那么好找啊？袁天罡找了7年，刘基找了13年。流沙冒着严寒钻进茂密的原始森林里，深一脚浅一脚的在雪地里艰难跋涉。一块上好的阴宅要看山形、水势、布局、阴阳、风向、土壤、草木、深浅等等，即使这些都符合，还要看时间。只有在最佳时机下葬，才能让气和地气更好的融合。流沙仗着自己精通堪舆之术、望气之能和掌握的野外生存技能，在森林里穿梭越狱。忽一日，流沙困倦疲乏，靠在一棵100年老树旁眯了一会儿，突然感觉有毛茸茸的东西在扫他的脸，他猛地惊醒，只见一只狼在用尾巴扫他的脸，远处还站着3只正伸着舌头朝这边看。这是狼的一贯套路，碰见躺倒的人，会派1只公狼围着人嗅，然后用尾巴扫。如果这人死了或着睡的太熟没有反应，群狼就会一拥而上把人撕碎。之所以不是直接吃掉，是因为人的身上会散发出一种特殊气味，也就是人味儿。动物非常惧怕这种气味，所以会先试探，再考虑是否攻击。流沙悄悄屈起右腿，照着狼的屁股，咣的就是一脚，这脚踹得极准极狠，狼一阵闷哼，栽倒在雪地上，翻出去好几个。其他的狼也受惊了，往后退了几步，好像还不想就这样放弃。流沙靠着树缓缓站了起来，目光如电，凶狠地瞪那几只狼，呼的一声大喝：“呵，畜生，你要吃我吗？瞎了你的狗眼！”那几只狼本来就受了惊吓，又猛地吃流沙一声大喝，更是魂飞魄散，夹着尾巴一溜烟跑掉了。2个月的时间，流沙与毒虫猛兽为伍，饿吃烙饼，渴饮雪水，终于让他找到了一个上佳的风水宝地，而且暗合下葬的时机。流沙将骨灰下葬，又做了7天7夜超度，望气见气场形成良好，
一颗心总算放下，下葬的事总算有个圆满的结局。可流沙累倒了，大劫已现，且看流沙如何化解。流沙在亡父墓旁结庐而居，坐满7天7夜超度，终因过度的体力耗之，生病了。他早晨醒来就开始发烧，身体很虚弱，翻出最后一张烙饼就着血水吃掉。流沙决定趁着自己还有一些体力，撑着下山，不然在这荒郊野岭不是冻死就是饿死。这离最近的哈尔滨市是直线距离大概有70里，那实际距离应该有120里左右，留下必死无疑，往回走还有一线生路。流沙开始下山，一路上披荆斩棘，幸亏他对植物的了解，沿途采了一些能吃的树皮，松鼠窝里的松子，历经3天3夜，终于从原始森林里走了出来。就在第3天夜里，流沙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，倒在一片乱葬岗。当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，看到一个背着书包的学生站在道边往这边看。你猜的没错，那个人就是我，就是对他有一饭之恩的我。后来我目送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，也就是在这个晚上，流沙完成了赵老未了的心愿，悟道。流沙终于悟道，当第2天的阳光照耀大地，一切都将不同。如果所知所学是层层包裹他的蛹，那他终于破蛹而出，化作自由的彩蝶飞舞在这片土地上。老王可以瞑目了，儿子将完成他的心愿，做一个有益于世的好人。赵老也可以安息了，学生已经完成最后一项课程，将秉承他的意志，让更多的孩子重获新生。翌日，阳光普照，积雪反射出耀眼的白光，几只麻雀捡拾着枯草上下翻飞，一只田鼠在四处张望，好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色。14岁的流沙走出窝棚，开始踏上新的征程。大年30的清晨，东莞市的大街上人流纷纷涌动，大家都行色匆匆，买年货的买年货，赶车回乡的赶车回乡。一个瘦弱的身影在人群中很不起眼，他的名字叫张笑，从福建来东莞做伟大的事业，这个事业就是传销，然那是外人的说法，圈里的兄弟姐妹管这叫直销，一份伟大的事业。张笑过完年就17岁了，家境贫困，父亲是一个酒鬼，除了酗酒和打他没有别的事儿做。母亲3年前跟别人跑掉后再也没有音讯。张笑半年前偷了父亲的2000块钱来东莞投奔发小陈磊，因为陈磊在电话里说现在正在做一份很赚钱的事业，真诚地邀请他来一起发财。从张笑一下火车起，一张用画饼、谎言、洗脑、攻心之城的大网就彻底罩住了他。当年在东莞市这样的传销组织大概有200多个，销售的产品五花八门，保健器材、化妆品、高档礼盒，甚至是内衣、裤衩等等都可以。传销者关心的不是卖什么，而是发展多少下线才能赚到那100万。所以一个家庭里有1人陷进去，全家人和够得着的7大姑8大姨都将永无宁日。张笑加入的是一个规模比较庞大的组织，人员约有4000多名，安置在郊区的50多个平房里。高级代理人也就是红宝石级别的上层经理，部长有30多名，住在城里的一栋高档公寓。张笑负责这30多名管理者的伙食，因为他在老家学过2年厨师，烧的一手好菜。他被提拔为生活部长，每个月能拿到1000块的生活补助，待遇还不如一个小饭馆的厨师。张笑吃住都和 boss 们在一起，正因为无限接近管理者，经常能听到一些开会内容。他大概知道了传销的秘密，原来这30几个人每天的工作就是研究怎么忽悠这4000多名下线，从他们身上骗更多的钱。老板们也不在乎张笑知道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这个小孩除了待在这里无处可去。张笑今天的工作就是买菜，推着一个小3轮儿在市场转悠，在人群中就像一个要饭的，百无聊赖之际，忽然有一双手在后面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他一回头，
看见一个男孩冲自己微笑。只见眼前这个人面目清秀，留着寸头，身穿一件干净如雪的白衬衫，黑裤子，一双黑皮鞋光可见人。张笑并不认识他，问：有事？男孩微笑着说：找你有事，愿意跟我到前面谈吗？张笑注视着他的眼睛，这个人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，特别深邃，特别温和，给人一种暖暖的感觉。虽然不知道他找自己做什么，但张笑还是愿意相信他，心里突然有一种什么都想和他倾诉的冲动。好，去哪儿？男孩向不远处一个工人休息的亭子指了一下，说：就那儿吧。两个人并肩向亭子的方向走去。这个陌生男孩就是流沙。自那天窝棚顿悟后，流沙坐火车到了这个南方城市，老爹留下的钱还剩1000多元，他用300块钱买了身上这套衣服，依旧在一个垃圾堆旁立下安身之所。剩余的钱用在吃饭上。1个月来，他白天游走在这个城市的每一条街道，观察街上的行人，晚上就回去住在窝棚里。流沙想做一件事，一件能够使更多人改变命运的大事，而完成这计划就需要用最短的时间得到很多很多的钱。经过周密计划，流沙盯上了张笑所在的这个传销组织。2个人来到凉亭，流沙拉张笑坐下，眼神温和地看着他。明天就过年了，你过得好吗？张笑愿意跟这个人说不好，只能勉强混口饭吃。流沙微笑着说：那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张笑摇摇头，他也希望有人告诉自己为什么，凭什么自己这么点儿背，大过年的，别人满心欢喜，团团圆圆，自己却要干着低3下4的活。流沙指着远处来来往往的行人说：你看这些人，每个都行色匆匆，可他们真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吗？是为钱财，是为一种信任，还是更好的生活？你从他们中来，有没有想过真正拥有过什么？张笑有点明白了，从来没有人跟自己说过这样的话。拥有什么？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，每个人都瞧不上自己，让他干这干那，可是回报呢？从来没有一样东西是他真正拥有过的。没有，我没有钱，也发展不了下线，他们都瞧不起我。流沙摇摇头，接着说：你应该看到，这是一个圈套，那些兄弟姐妹被骗光身上的钱，每天吃糠咽菜，却依然迷信谎言，在编织新的谎言骗自己的亲人朋友。那些高高在上的组织者却挥霍着你们的血汗，而你，我的兄弟，难道要和这个吃人的罪恶一起毁灭吗？张笑听言，愤然而起：当然不是，你说的这些我早看出来了，可是我又能怎么样？跑，我又能跑到哪里去？在这起码还能混口饭吃。流沙拽他坐下，跟他说：张笑，现在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惩罚坏人，还能让你摆脱，过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你愿意做吗？张笑顿起疑心：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你是谁？流沙微笑着说：我叫流沙，咱俩的年纪应该差不多，我和你一样，都是这个世界的边缘人。我最近一直在观察你所在的这个传销组织，每个人都在疯狂地骗人骗己，你和他们不一样，从你的眼神里我能读出一些弥足珍贵的东西，而且不光是我，有几个便衣警察也在你们住的那栋楼周围转悠，等他们收集完足够的证据，就会端掉这个非法组织，而你就会和其他受害者一样被遣返回乡。听他一说，张笑也感觉这几天总有陌生人在附近转悠。那怎么办？你有什么办法？流沙低声说：富尔过来，你回去这样。张笑推着车回到公寓里，这是一个住宅楼，传销组织头租住在其中一个100多平方的屋子，里面被隔成10来个独立的房间，30多名骨干分住在不同的房间，他们也不一定每晚都回来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和自己带的团队待在一起。这里通常被用作开秘密会议，常住在这里的只有组织头目李富贵和他的小情人，以及2、3个他的亲戚，也是骨干成员。李总是一个低层次的人，而且疑心重，
从不相信任何人，所好不过声色犬马。那个小情人是他每个月花2万包养的，确实很敬业，每天晚上都把他折腾得骨软筋酥。张笑进屋的时候，家里只有李总和小情人坐在沙发上调情。张笑打了声招呼，钻进厨房，透过窗子往楼下看。刘莎说的那辆车确实还停在小区里，车里明显有人。他决定依计行事。没一会儿，饭菜就做好了，4菜1汤摆在桌上，3个人围桌而坐。张笑拿碗递筷，伺候得非常恭敬。正吃饭，张笑说话了：“李总，我回来时看见有几个人鬼鬼祟祟的在楼跟前转悠，看着不像好人。”李总听言马上紧张起来：“是吗？现在还在那吗？”张笑说：“反正我上来的时候，他们坐在一个车里。”李总说：“哪个车？你指给我看。”张笑起身走到窗前，指着一辆黑色桑塔纳诺，就那辆。李总往楼下一看，车里确实有人。这时车里的人好像注意到被发现，发动车子开走了。李总定睛一看，那辆车没有车牌。李总脸色很不好，匆忙拿起桌上的大哥大给几个人打电话，嘀嘀咕咕半天，意思都是让他们马上回来。小情人也看不出个眉眼高低，还上去腻歪。李总一把将他推开，小情人生气，摔筷子拎包跑了出去。张笑假意关心：“李总，没事吧？”李总强颜欢笑，咧着嘴笑道：“没事，没事，可能是住这的邻居。吃饭，别理他。”2个人各怀心思，又坐到饭桌前吃饭。李总突然看了看张笑，对他说：“小张啊，今晚就大年30了，想不想家啊？”张笑回答：“不想。”李总笑着说：“哪能不想家呀？每逢佳节倍思亲嘛。”“哦，你的事情我也听说过一点。孩子，只有不孝顺的儿女，没有不是的爹妈。你爹再不好也生养了你吗？你说是不是？”张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含糊答应：“嗯。”李总看他没什么反应，从兜里数出3000块钱放在桌子上，和颜悦色地说：“拿着，我给你放1个月假，拿着钱回去看看你父亲吧。下午应该还有一趟去福建的车。”张笑看着钱明白了，原来这老狐狸要跑，嫌自己在这里碍事儿。张笑假意不懂：“李总，您不说过有缘相聚的都是兄弟姐妹吗？住在郊区的那些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都被您留在这儿，不准回家过年，怎么就让我回家啊？您是不是不想要我了？”李总赶紧安抚说：“怎么会呢？那些人和你不一样，他们留下来是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大家庭里，共同发财，完成更大的事业。我们的家庭不会抛弃任何一个人。让你回家只是看你年龄小，这半年又很辛苦。你看，我都胖这么多了，就算是给你的奖金吧。等你回家过完年，还得马上返回来啊。”张笑做感激涕零状，接过桌上的钱：“李总，谢谢您，您真是我的大恩人，我这辈子就跟定您了。我马上回屋收拾东西。”李总笑了一下，摆摆手，示意可以了，微笑掩盖不住揪心的疼啊。他是出了名的铁公鸡，对自己很大方，对别人无比抠门。几个亲戚跟着他跑前跑后，也就是混个吃喝，让他白给人家3000块，真是要了他的命一样。张笑回到自己的屋里，把门关上，偷着乐了好一会儿，才开始慢慢腾腾收拾东西。这时李总的几个亲戚火急火燎地赶了回来，进屋刚要问怎么回事，李总指了指张笑的房间，摆摆手，起身回到他的房间。几个人心领神会，鱼贯而入，悄悄掩上房门。隔板的隔音效果不太好，虽然几个人小声商量，但张笑还是听到一些。李总怀疑那辆桑塔纳是警方的车，现在形势危急。他指示如下：二大爷、四叔、大表哥、二表哥、五婶，你们马上召集下线到1分会场开会，继续安抚下线情绪，组织大家听成功案例，唱营销之歌。晚上5点钟召集所有成员转移到2分会场，大家一起吃团圆饭，饭后继续开会。
把我要到会场表彰钻石会员的消息传达下去。我会在7点钟开着保时捷赶到现场，给你们发现金，让下线认为是你们这1个月的收入。你们拿到钱，马上转移到指定地点，具体去哪个城市，我另行通知你们。走之前一定要安抚好下线的蓝宝石级别经理，不要让他们怀疑，明白了吗？这些人向来都是为李总马首是瞻，当然奉行照办，更何况又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，纷纷表态照办。此时张笑也收拾好了东西，拎着包走到李总屋前敲门。李总在屋里喊进来，张笑推门而入，冲李总深鞠一躬，说：李总，我收拾好了，来跟你告假回家。房门钥匙放在桌子上了。李总笑着说：好，回去替我向你家人问好，给他们拜个早年，记住，注意安全，早去早回，我等你电话。张笑点点头，好的，也祝李总新年快乐。屋里的其他人也纷纷过来和张笑握手，祝这个小弟一路顺风。张笑没再多逗留，看着这些虚伪的面孔，怕自己会忍不住吐出来，他瞄了一眼李总身后的保险柜，又深鞠一躬，转身出去了。张笑出来直奔流沙等他的地方，路上心想今晚的事已经有50%把握，不知道这个新认识的兄弟准备的怎么样了。张笑来到一片垃圾堆放地，正纳闷他为什么约自己到这种地方见面，只见流沙从一堆垃圾旁转过来冲自己招手。张笑赶紧跑过去，解决完了吗？他们没有起疑心。好，跟我来吧。流沙引张笑走到前面一个窝棚里，张笑弯腰进到里面，一阵恶心，窝里散发着阵阵臭味儿。你怎么把我带这来了？呵呵，你不会住这吧？对呀，这是我的家，不过马上就不是了。张笑惊得目瞪口呆，他真的很难把流沙跟这么个鬼地方联系到一起。流沙挥挥手说：先别说这些了，现在几点了？张笑抬手看看电子表，2点20。时间来得及。他几点钟出门？李总说7点钟到会场，那大概要6点钟出门。房子里应该没有人，这个不用担心。他这种人不会相信任何人。你能确定保险柜在什么位置吗？能，我每天打扫房间，保险柜就在李总的房间里，而且出来的时候我还确认过。可是他不会把钱转移走吗？不会的，白天转移太显眼，他不会那么傻。在没有确认那些下线情绪稳定前，也不会带在车上，他一定会开完会后再回去取钱。你说的会场开车来回要多久？大概20分钟，很近的。流沙想了一下，接着说，那留给咱们的时间最短也有1个小时，足够了。流沙从一边拿出一个地图样子的纸，2套环卫工人的衣服、帽子，还有2副手套。铺开那张地图，对张笑说：来，你来看，这是你住那栋楼的结构图。咱们从楼后的消防梯上去，上到你们住的5楼，这旁边有一个通风管道，从这进去就可以直接到达门口。从小区门口到房间门口需要约15分钟，打开大门进到里面需要3分钟。咱们进去后开你说的李总卧室门上安的电子锁需要5分钟，开保险柜需要20分钟，从里面撤出来需要15分钟，那留给咱们拿钱的时间最长只有3分钟。你清楚了吗？张笑听得很仔细，质问道：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从正门上楼？这样最多只需要10分钟。流沙解释道：小区里肯定会有蹲守的警察，咱们就会暴露。李总不是不可能报警吧？警察不会怀疑咱们，他是不敢报警，但是早晚会因为组织传销罪落网，到时候警察就会查钱的下落，那就肯定会怀疑出入过那里的人。小区门卫有可能认出我啊，怎么办？晚上值班的门卫刚来2天，晚上你没有出过门，不会认识你的。而且咱们要易容进去，如果屋里有人呢，或者突然有人回去怎么办？流沙说到张笑，世界上是没有100%成功的事情的，更不存在完美的计划，有时候成功还需要一点运气。我坚信会成功，你也要有信心，
张笑也感觉自己太紧张了，莞尔一笑：“我听你的，反正怎么样也要拼一回。”流沙看他紧张的样子，笑了：“放心吧，天时地利人和，没有破的理由。流沙，你真的能打开那些锁吗？”“给我一包方便面，我能打开半个城市的锁。”呵呵，张笑也笑了。实际上，流沙设计了一套开锁工具，的确可以打开非军用级别的任何锁具。现在把衣服换上吧，然后我再给你化妆，一会儿咱们再熟悉一下计划。晚上6点40分，一辆保时捷跑车晃着大灯从小区开出来，风驰电掣而去。李总出窝了，小区门口出现2个清洁工人，推着一辆3轮车，两人对视一眼，往小区里走进去。门卫抬头扫了一眼，看是2个中年环卫工人，也就没多加注意。这2名中年男子就是流沙和张笑一融而成的，不得不佩服流沙的天分。据他所说，他可以用最简单的化妆品化妆成任何一个年龄段的男人女人。佩服佩服。两人推着车朝李总住的那栋楼走去，没一会儿就走到楼后，两人迅速扔掉手里的扫把，拿起装垃圾的黑色口袋，爬上消防梯，爬到5楼，钻进通风口。正要跳下去的时候，出了一点意外，正赶上对门邻居一个漂亮的少妇抱着孩子出门，流沙一把拽住张笑，就那样半吊着，直到那女人下楼。两人惊出一身冷汗，看看四周无人，2个人跳了下来。流沙拿出开锁工具，开始开第1道门，边开边低声问张笑：“进来用了多长时间？”大概18分钟。张笑紧张的手心冒汗，啪，门应声而开，两人迅速进到屋里。流沙没有东张西望，大步走进去。用了多长时间？1分13秒。他的房间是那个？张笑一指，那个。流沙径直走过去，开始开第2道门。张笑则做贼心虚，挨屋看，生怕屋里有别的人。万幸，房间里除了他俩没别人。这个房间里安的是当时非常先进的一种电子锁，类似于现在宾馆的开门锁。如果受外力强制开锁或者敲击，主锁会自动完全锁死。虽然现在很普及，但在当时一把这样的锁要靠进口，卖到1万多块的样子。流沙1个月前就详细研究过这种电子锁，就是上卖这种锁的地方看、摸、试，发现了几个设计上的漏洞，根据这些漏洞设计出开锁的办法。5分钟左右，趴门打开了。张笑抹了抹满脸的汗，对流沙充满敬佩。流沙面不改色，快步走进房间，保险柜在书桌下面，开始倒计时10分钟。张笑赶紧按下倒计时按键。流沙走到保险柜面前，没有着急开锁，而是坐在地上看着保险柜愣神。张笑很纳闷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流沙，怎么了？流沙抬头看看张笑，面色沉重地说：“钱不在里面。”什么？钱不在里面？保险柜不用开了。张笑一听他这么说，万念俱灰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流沙没理会他，起身坐在老板椅上，环顾四周。突然，流沙猛地转动老板椅，面向身后的墙面，伸手抚摸着面墙。摸了一会儿，他摸到一个浮点，轻轻一按，大约1平方见方的墙面弹了出来。张笑蹭的一下站起来，流沙用双手把弹出来的墙面向下一拉，露出一个保险柜。他赶紧带上听诊器，开始解锁。5分钟后，张笑开始小声倒数20秒，10秒，5、4、3、2，流沙，时间到了。流沙还在专心转动旋钮。2分钟，只听啪的一声，保险柜开了。流沙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，拉开柜门。拉开门的一瞬间，张笑感觉心都快蹦出来了。只见一叠一叠的人民币整齐地码在里面，足足有半人高。流沙转过头说：“咱们还有2分钟时间，抓紧装。”张笑回过神来，掏出垃圾袋开始往里装钱。流沙走到窗前往外看，就在这时，保时捷晃着大灯缓缓开进小区，从停车场走进楼，
最快也需要10分钟。李总第一时间打开房门，开保险柜，发现钱不见了，需要5分钟。他俩爬回通风管道需要2分钟。想到这里，刘莎终于开口笑了。2个人推着写满巨款的3轮车回到刘莎的窝棚，满满2大垃圾袋的现钞堆在地上。张笑累得呼呼直喘。刘莎指着其中1袋说：“兄弟，如果你想走，拿着这袋钱回家吧。”张笑看看钱，又看看刘莎，说实话，他心里很矛盾。这1袋钱怎么也有300多万，就是花3辈子也够了，拿回去开个饭店，再找个漂亮老婆，那小日子没治了。可是当他抬眼看到刘莎的目光，改了主意。那是期许的目光，是信任的目光，是这辈子都见不到的目光。这眼神值金子。张笑说：“刘莎，我不要钱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偷这些钱，但我知道你根本不在乎这些钱。你和他们不一样，我愿意跟你在一块，去干这辈子想都没想过的事情。”刘莎笑笑说：“你不后悔吗？以后可能会有更危险的事情发生，你再也不能回头做一个普通人了。你认为值得吗？”张笑点点头：“值得，只要你认为是对的，咱们就去做。”刘莎大喜过望，激动地抱过张笑：“好兄弟，谢谢你。”外面的世界灯火璀璨，爆竹声声，绚丽的烟花腾空闪耀。年来了。